近日，河南安阳县华润泰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突然间爆雷，导致大批村民的存款血本无归。1月8号到10号，愤怒的村民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甚至封锁了南陵高速公路，抗议场面不断升级。愤怒的村民还前往安阳市政府请愿，要对政府出面解决问题。资料显示，华润泰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1年，经营范围为农业服务，与金融储蓄毫无关系。然而呢，他通过非法集资的方式，以高息作为诱饵，在安阳县35个村庄吸收了高达6到7亿的资金，大量村民把毕生积蓄都投入其中，这些钱如今已经是无法追回。一封网传给安阳县人民群众的信中提到，合作社通过高利率吸引民众存款，且将资金挪用于高管家庭挥霍、大吃大喝，甚至用于购买豪车豪宅。董事长王玉林更是早有准备，先一步跑路，并提前与妻子离婚，以规避法律追责。目前，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对受害者的相关情况进行登记，但是村民们对此并不买账。他们质疑地方政府为何对华润泰富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监管为何如此失职，甚至有村民怀疑地方官员可能牵扯其中。有村民表示，如果华润泰富是不合法的，为什么可以把点设在每个村？为什么可以用喇叭公开宣传？为什么可以把点设在村大队附近？河南农村合作社爆雷的事件迅速引发热议。有网友认为，这些都让人联想到近年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从 P2P 爆雷到农村银行存款消失，事件的背后似乎隐藏着相似的模式与手法。网友温蒂原次郎说，机构建立之初就是围绕着权贵诈骗洗劫民众财富的这一初衷，挪用了存款，负责人失联，负责人也等于是一个工具人。对于他们的支配操纵人来讲，可有可无。从16年 P2P 的集中爆雷，到农村银行储户存款消失，手段如出一辙。而郑其、吕毅这种人多不胜数，他们的名字就已经告诉了每个人，就只是枚棋子工具。类似的爆雷事件在各地频繁发生，受害者往往是最无力保护自己的普通老百姓。但很多人都会问，如果选择那些稳妥大银行，是不是就一定安全呢？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关于大型银行也出现存款不明消失、储户维权无果的案例时有发生。你读出来，然后就老百姓这个派出所来登记嘛，具体的宣告是政府让你证明的。哎呀，可惜啊，我们的国人都只知道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看见了吗？现在的国家银行都不办人事儿了啊！看见了吗？在卡上直接花钱走，知道吗？看看吧，直接花钱走，给你找不到原因，知道吗？这个钱我们要是真是花了可以行，问题是没花，多少次来了都不给你解决问题，知道吧？看看这国家银行该黄的也得黄了，这知道吗？不办人事儿，知道吧？是吧？这钱我们要花了也行，我们要办了什么业务也行，直接给我们在卡上花钱。现在老百姓已经没有那个嘛了，已经没有那个安全可言了啊！这都是工商银行，工商银行啊，工商，大家看，冷静，我已经来了很多次了，冷静不了了，现在，知道吗？冷静不了，叫全国人民都看看啊！这工商银行、国家银行。直接花钱走都不知道是嘛业务。有推特网友 Monkey 提醒说，银行早就被掏空了，更何况房地产泡沫已经破裂了，根本无以为继，早做打算。最近在山东发生一起普通的取款事件，更是让人们对金融体系现状产生了新的担忧。1月6号，山东滨州一名男子前往无敌农商行，准备取出户里的2.9万元现金。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不仅没有顺利取到钱，
还被银行工作人员举报调查。这名男子气愤地拍下视频，并将自己的遭遇发布到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网友广泛的关注。俺的取钱呢，要俺的信息，用俺的转账记录。你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行长，因为俺取钱29000块钱保的金了，你叫他们来赔偿俺的信息，给俺的客户打电话，俺客户现在已经对俺不信任了，对俺造成恶损。在银行方面，储户取现超过2万元需要提前预约，原因是过年前资金紧张，可能无法及时提供现金。同时呢，他们解释称，核查客户信息是为了防电诈和保障资金安全。而这并不是第一起储户取钱时遭到银行报警调查的事件。比如去年11月，深圳一名女子因转账20万元被银行报警，甚至被带到派出所盘问。所有的老百姓都来看一看、瞧一瞧，抖音上发一发。我跟你说，哪有这样子做事的？20万就给我逮到派出所去了，跟我问为什么转20万，跟我说为什么这个钱要来。就在同一个月，河北邢台一位女士因为丈夫住院，前往银行取出25000块现金时，也遭到银行的盘查。我一共卡里边我取25000块钱，在这耽误了我20分钟，打了无数个电话要核实。我取钱要核实，我说我爱人住院，就跟我说你爱人住院在哪个科？我不住院，我花这个钱我取我自己的钱不行吗？可以。就得耽误我20分钟，我2万多块钱我取不出来，不停的打电话核实，这就是你们中国工商银行。近年来，许多大陆银行以防电诈、防洗钱等名义限制储户取钱和转账，并称这是出自于中共当局的要求。然而呢，不少网友质疑，当局并没有那么好心，大概率是因为银行本身缺钱了。2025年刚刚开始，中国多家银行便接连发布公告，宣布下调手机银行的单日交易限额，从最初单日的50万降至仅2000块。其中呢，安徽桐城农商银行在1月8号的公告中称，从1月20号起，部分客户的手机银行单日单笔支出额度将调整至2000块。类似的调整还发生在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合成农商银行等机构。调整对象主要是近1年没有交易记录，而且原限额较高的客户。这一操作不仅让储户感到困惑，更引发了广泛的不满。我操作，我属实是没有。突然又下调了手机交易金额，说什么单日单笔只给限额2000额度，美名其曰保护资金安全。可咱这日常转账付款上的，一下子就变得束手束脚的，这能方便吗？咱也不知道这存钱有没有受到影响啊？如果存钱受到影响，那我就不影响不说了。哎呀，这银行啊，能不能多考虑咱老百姓的实际需求呢？竞争这些没用的，看看你是不是那个幸运儿吧。我强烈建议啊，银行干脆把银行卡限额改成100，够1天的吃饭开销就得了呗。超过100，要求提供这个用途证明。现在这个2000的限额啊，感觉力度还不够。那他们主打一个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资金安全，你别说骗子想取了，你自己现在想取都难，你取不了1点儿。那我建议把这个存款的项额咱们也调到2000块钱。那你超过2000的不能给你存，你这钱来源说不清楚。你存也可以啊，你存的话你要写一个保证书，保证你这个钱是合规合法的。不少储户认为，银行是在有意刁难用户，不希望资金流出。现在银行卡限额限的全是老百姓，理由就一个反诈。但是那骗子骗钱，卡里分分钟就转走了。那20万、30万是想转就转，也没见着他限额啊。怎么他们跟我们老百姓不一样啊？银行到底是在保护我们，还是在针对我们？之前我有个客户来办业务，要转几千块的定金啊，那都转不出来。我也不是很懂这到底是什么操作啊。现在办卡要公司证明，存钱要资金来源证明，是办卡不让，存进去的钱也不让你取。但是骗子无所谓，你们说说这是个什么道理？其实呢，自2024年起，就有多家银行下调手机转账交易额度。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投诉，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银行卡被限额，有钱取不出来，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因为我这哥们儿呢，也是来北京奋斗的嘛，这2天呢赶上交房租，可当他给房东转账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自己这银行卡被限额了，一天就500块钱额度，等于说这3000块钱房租啊，愣是给人家房东转了1礼拜。今天我想吐槽个事，前2天去办银行卡，是某发银行的，但是呢，他给我限额了，他说新卡每天只能初期每天只能限额2000，说这2000块钱能干嘛？我交个房租，我看个病，有个什么急事儿，那人家医院可不得你，这交不上钱。我们存在银行的这个钱到底是我们储户的吗？是不是只要存进你们这个银行了，我们自己的钱我们自己说了就不算了？我们算是看清楚了，就我们百姓在存钱之前，我们是你们的客户，只要把这个钱存到你们银行了，那我们基本上就和那个犯罪嫌疑人差不多了。那你们这说白了和抢钱没差多远了吧？还给我，我不放给银行了，亲戚你把我存进了，存到微信的，把卡给我注销掉，我自己不取，你帮我找吗？你不是能帮我找吗？如果取钱都不能实现自由，那存钱还有什么意义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打着为客户好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银行自己好。还有人说呢，自己银行卡被不知情情况下限额，导致连基本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名网友无奈地表示，卡被调成了3000块限额，去看牙都不够用，还得现场打电话借钱缴费。有网友直言，存钱没有限额，取款有限额，挣钱要看老板脸色，花钱还得看银行脸色，这日子还能过吗？有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有199家中小银行注销，主要为农村金融机构，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2021年至2023年的总和。银行频频出现暴雷，限制储户取钱和转账，与当下经济持续下滑密切相关。近期，中国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上发表演讲，他因披露中国经济真实数据，激怒习近平而遭到处分和禁言。那他说了什么呢？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表示，高善文在2024年12月12号演讲中提出2条关键观点。第一，就是他质疑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数据的真实性，认为过去2到3年 GDP 增长率仅为2%左右，而官方却宣称接近5%。这第二呢，他对中共高层提振经济增长的能力表示质疑，认为在当下政策框架下，经济复苏缺乏足够的支撑。有评论文章指出，中共长期以来依靠造假的经济数据来粉饰太平，但当经济寒冬持续蔓延，虚假增长数字显然无法掩饰真实的困境。经济学者警告，随着中国经济持续恶化，金融系统的压力只会进一步加剧。一些专家甚至指出，中国金融海啸或将到来，未来更多银行倒闭可能成为大趋势。资深媒体人严春沟日前在脸书发文表示，整个市场衰败下去，根本不知道经济低迷的根源在哪里。近日中国的弊病全在于体制，百姓对前景越发悲观，百业萧条引发连锁反应，失业大军不断扩充，继续往下走，那就是死路一条。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